躍亭公布回國時間，我們替他算了筆賬。上面是贾躍亭重新獲得董事會任命，出任聯席 CEO 後召開的一場發布會。在這場發布會上，贾躍亭首次回應了下周回國的梗，表示按照他和董事會達成的股權激勵協議，只要 FF 的股價能夠漲到106美元，他就能拿到大約4.2億美元，這和30億人民幣的獎金，這筆錢完全能夠償還國內的債務，屆時他就能兌現下周回國的承諾了。截止到27日，法拉第股價為4.1美元，距離目標106元差了26倍。另據贾躍亭的估計，要實現目標股價，法拉第每年至少要量產5萬到10萬辆汽車，但是现實是造車11年，贾躍亭一共只交付了20輛汽車。那麼贾躍亭如何打算實現這一幾乎不可能完成的目標呢？首先，贾躍亭強調，外界對他交付的20輛汽車存在誤解，他賣出的20輛汽車不是普通車，而是售價高達30萬美元的豪華車。作為一個新品牌，法拉第要說服富豪購買這麼貴的車，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精力，所以不能單用銷量來衡量它的成敗，更要看到的是其背後的意義。一個富豪购買法拉第的產品品牌價值，相當於賣1000輛廉價汽车給普通消費者。換言之，法拉第賣20輛車，相當於其他車企賣2萬輛。不得不佩服贾躍亭的口才，總是能編出新的故事，把現實中的慘淡銷量轉化成看不見摸不着的品牌價值，讓投資人看到新的增長点。其次，贾躍亭又發明了一個新詞，叫橋梁戰略。簡單說就是由法拉第充當中美新能源之間的橋梁，借用國內的供應鏈，在美國生產4萬美元以下的新能源汽車。為什麼橋梁戰略會成功呢？贾躍亭的理由是，當前美國不但從我國进口的新能源汽車徵收重稅，而且還不給国内的廠商在美建廠的機會，實際上堵死了國產車在美國的銷路。在此背景下，法拉第有2条其他车企都不具備的優勢。第一，这是一家純正的美國车企，擁有造車之智和现成的廠房。第二，这是一家由贾躍亭管理的车企，擁有一顆中國心。得益於這2條優勢，法拉第便可以從國內進口零件，然後在美國組裝，最後貼上法拉第的標誌銷售。如此一來，國產車不就正大光明的進入美國市場了嗎？理論上，橋梁戰略完全可行，因為全美還真找不出第2家由中國人管理的美資車企。但是核心問題仍然是資金從哪來？要知道，法拉第賬上的流動資金只有數千萬，這麼點錢造一輛原型車都費勁，何談大規模進口零件，實現每年量產10萬輛的目標？不怕，贾躍亭早就想好了，他做了2手準備，一手不斷釋放利好，鼓勵股東跟投，籌措資金。比如他在發布會上宣布，將把出任 CEO 拿到的120萬獎金全部投到法拉第的股票，不留後路，以彰顯與股東共進退的決心。另一手集中手中的有限資金，先造出一輛原型車來，向投資人和供應商證明自己不是在畫餅，而是真真切切的在做實事。根據贾躍亭的說法，該原型車目前已經進入測試階段，有了車後，贾躍亭就可以和國內的供應商談判，或延長賬期，或小批量試供貨，先讓法拉第實現小規模量產，以提振信心，推高股價，再採購更多的零部件，實現中等規模量產，如此反復进入良性循環，最後實現每年量產10萬輛的目標。還是那句話，理論上可行，但實際操作起來難如登天。拋開複雜的商業理論不談，就單看國內近幾年倒下的新能源車企，哪個不是手握數百億的資金，推出各種高配低價的車型，虧本賣車，以銷量換市場？他們的條件可比贾躍亭好多了，但是最終都難逃破產的命運。此外，美國對中國新能源車的壁壘雖然是機會，但特斯拉、Rivian 等本土巨頭早已搶佔先機，法拉第的品牌認識度與資金實力均難與之抗衡。若贾躍亭能夠通過原型車爭取到國內供應商的長期支持，或借助拆分股權引入戰略投資者，或許能暫緩危機。但若繼續依賴畫大餅、聊理想的模式，拿不出任何有說服力的成績，這部中國老賴在美國創業的神劇就離大結局不遠了。